左右让魏晋带话给陈平安练剑一事，魏晋却是狠狠地坑了情敌陈平安一把。随着陈平安和谍帐的酒铺在剑气长城成功开业，在剑仙魏晋和剑气长城本土天才人物庞元吉等人的捧场下，酒铺的生意也是越发的红火了起来。而作为二掌柜的陈平安反而是当起了甩手掌柜，在剑气长城当起了教字先生和说书夫子，给剑气长城那些懵懂孩童讲述浩然天下的奇闻趣事。当然这其中并不涉及任何学问传承，毕竟剑气长城是很特殊的存在，这里不仅有三教圣人坐镇，诸子百家亦是有不少人。如果陈平安贸然传授儒家学问，只会犯了忌讳，这一点陈平安还是比较有分寸的。当然陈平安在当说书夫子的时候，还是没有忘记酒铺的发展。在这期间，陈平安的酒铺还推出了无事牌，只要前来酒铺喝酒的剑修都可以以剑气在无事牌上刻下名字和留下自己一句话，然后再将这些无事牌全部挂酒铺的墙头之上，说是讨个好彩头。如今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陈平安酒铺墙上挂了无事牌的剑修，光是上5境剑仙就多达4位。魏晋便刻下了为情所困，剑不得出。痴情人魏晋在这段时间也是经常出入陈平安的酒铺。魏晋喝酒的豪气让陈平安这位掌柜赚得很是开心，但陈平安不知道的是，魏晋可是留了一手，要把陈平安这位情敌给狠狠地给坑一顿的。除此外，陈平安还从宁瑶的朋友陈三秋那边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是最近会有一位北距泸州的剑仙会赶赴剑气长城，好像这会儿已经到了道玄山，只不过剑气长城这边也有剑仙要返回家乡了。浩然天下北距泸州前来剑气长城支援的剑修往往皆是如此，一般都是一场大战过后就返程。只是最近10年之内，剑气长城和妖族接连发生了2场大战，让人措手不及，因此绝大多数北距泸州剑修都主动留了下来，要和妖族多打几场再说。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剑仙和地仙剑修不得不离开剑气长城，毕竟他们还有宗门需要顾虑。对此，剑气长城从无任何废话，不但不会有怨言，而且每当一位外乡剑仙准备动身离去，剑气长城都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与之相熟的几位本土剑仙都要请此人喝上一顿酒为其送行，算是剑气长城的回礼。毕竟别人不顾生命远道而来支援剑气长城，可不能辜负了他们无私的付出。而这一次赶赴剑气长城的剑仙，正是陈平安见过的女子剑仙丽彩，甚至要离开剑气长城的北距泸州剑仙，也是陈平安好朋友戚景龙所在宗门太辉剑宗长律老祖黄统。其实太辉剑宗一共有2位剑仙都在剑气长城，另一位便是太辉剑宗的宗主韩怀子，只是韩怀子已经选择要留在剑气长城坦然赴死。北距泸州可是闻名天下的侠义之州，浩然天下的几大州中，也只有北距泸州的剑仙支援剑气长城最多，更是有无数的北距泸州剑仙战死剑气长城，这些人无一不是北距泸州所敬重之人。所以作为太辉剑宗宗主的韩怀子心中有愧，因为太辉剑宗自从成立宗门以来，尚未有任何一位宗主战死剑气长城，宗门内也未有任何一位飞升进剑仙。不过后者有刘景龙在就有希望，所以韩怀子便是要做第一个战死剑气长城的太辉剑宗宗主，以此为太辉剑宗证明。可见北距泸州不负侠义之州的盛名。恰巧这一次剑气长城为剑仙黄铜送行，便是挑选在陈平安的酒铺，而前来送行之人更是还有剑气长城举足轻重的大佬董三更，一位剑仙宗主选择留在剑气长城赴死，这是何等的气度！所以剑气长城这边也是给出了相对的敬意，毕竟董三更在剑气长城可是仅次于陈清都的存在，也可见剑气长城对北距泸州剑仙的敬意之高。但董三更挑选在陈平安的酒铺送行，可不是因为陈平安，而是因为谍帐姑娘。因为谍帐在战场可是几次救过董化福的性命，并且谍帐还曾说过一句话，他若必死，无需救他。因此作为董化福长辈的董三更特别欣赏谍帐。丽彩因为和韩怀子等人相熟，也一起来到酒铺凑起了热闹，而且他们几人还一起在酒铺刻下了自己的无事牌。有了董三更和数位剑仙齐齐大驾光临，谍帐和陈平安的酒铺生意就更加红火了，陈平安也就可以把更多心思放在修炼一道上。在宁府，陈平安与奈兰夜行学剑，与白练双老嬷嬷学拳，伤痕累累那都是家常菜。不得不说，陈平安好像一直都是这么被揍过来的。有了这段时间2位前辈的指导，陈平安一直都在练习的剑气18庭都有了破境的迹象。其实经过阿良改良的剑气18庭更为厉害，但是阿良却只把修改过的18庭交给了陈平安和宁瑶的几位朋友。陈平安为此还私底下询问过宁瑶，为什么阿良只教了这么些人。宁瑶当时神色凝重，说阿良不是不想教更多的人，而是不敢，毕竟教得多了，剑气长城中的叛徒就会把改良的18庭传给蛮荒妖族，到那时整个妖族剑修都可以齐齐拔高见到一筹，如此阿良的好意也就变成了坏事。当然郭煮酒最近也是时常来和陈平安凑近乎，陈平安已经半认可了这位弟子，只等对方长辈点头同意便可正式收徒。这天陈平安练完拳来到酒铺，不知何时在铺子那边喝酒的魏晋好像记起一件事，然后魏晋笑着以心声告诉陈平安，先前几次光顾着喝酒忘了一件事，左前辈许久之前便让他魏晋捎话问陈平安何时去找他练剑。其实左右的带话魏晋又怎么会忘记呢？
除非是故意的。被魏晋坑的陈平安直接一惊，立马就要赶赴大师兄左右那边。知道逃不了挨打的陈平安离开前还不忘苦笑着让宁瑶帮他准备好药坛子。与此同时，另一边身在剑气长城城头的左右正在闭目养神，许多事情左右不理解，有些就算能理解，但是也不愿接受。于是最终左右孑然一身，选择远离人间是非，向大海御剑而去。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如何剑仙风流的事情，事实上半点都不惬意。不过当下左右不理解的是又多出了一件事，那就是先生不在身边。那个小师弟胆子都敢如此大，明明自己已经让魏晋带话了许久，结果却迟迟不见陈平安来练剑，所以左右很是生气。那么被坑的陈平安见到大师兄左右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陈平安在剑气长城有多遭仇视呢？在魏晋故意拖延的告知下，陈平安终于得知了大师兄左右叫他去练剑的事情。面对大师兄左右的脾气，陈平安为了不耽误更多的时间，得知消息的他立马就出发去往了左右所在的城头。然而当陈平安见到左右后，左右并没有如想象中直接问责陈平安，反而是开口询问了陈平安一个问题。左右询问陈平安有没有想过一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陈平安接连战败剑气长城4位同辈天才，他的优秀已经被剑气长城众人看在眼里，加上前不久先生文胜现身剑气长城和陈平安相见，陈平安师承文胜的背景也浮出水面。本来剑气长城众人以为陈平安只是一个来自浩然天下的穷小子，翻不起什么大风浪，可他们却没想到陈平安不仅能力极强，背景也极为深厚，最为重要的是陈平安还是宁瑶深爱之人。在剑气长城这座底蕴与秘密皆深不见底的城池，既给人规矩森严的感觉，又好像没有规矩可言。有剑仙在大战中杀敌无数，可在大战间隙却过着人间帝王醉生梦死的糊涂日子，甚至专门有一艘跨舟渡船，为这位剑仙贩卖浩然天下的女子炼气时，凡是被这位剑仙入眼者，便会收入那座金碧辉煌的宫阙担任侍女，不入眼者，这位剑仙就会直接以飞剑将其割去头颅，却依旧给钱。有的剑仙却喜好守着几块小菜圃和一座果园，年复一年过着庄稼汉的生活。还有大族子弟一心向往离开剑气长城，去学宫书院求学，也有豪门公子浪荡不羁，喜怒无常，一掷千金，又嗜好虐杀奴仆。上任坐镇剑气长城的儒家圣人便为此大不平，老大剑仙陈清都却只说了一句打过再说，那位不平的儒家圣人便连战3场，结果赢2输1，黯然离开剑气长城，重返浩然天下，赢了2位本土剑仙，却输给了那位尹官大人。尹官在剑气长城的地位举足轻重，就连尹官和陈清都都默许。由此可见，剑气长城的风气其实并不好，这里没有儒家规矩的约束，很多事情还是比较野蛮血腥。虽然有儒家坐镇的圣人想要约束这里的风气，可惜战力不够，可见在这里还是得靠实力说话。除此外，剑气长城这片法外之地虽然不大，但这上万年的期间，剑气长城中也形成了不少的山头。这些家族势力虽会彼此一起对抗妖族，但也会在私下明争暗斗。宁瑶父母之死就是这些内耗的一个惨痛结果。因此当他们看见陈平安的潜力无限，背景强大，让他们感到了新的危机到来。本来宁瑶就已经足够强了，如果还要加上一个陈平安，将来他们必定无法压制宁府的重新崛起。等宁府崛起后，宁瑶必将会翻旧账，到那时曾经在背后助力之人可就危险了。于是这些势力便要出手预防这件事的发生，所以左右口中的必然就是那些家族对陈平安出手的事情。对此陈平安也明白师兄的担忧，并且陈平安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一直以来陈平安做事总会是往更远的方向想，既然他来到了剑气长城和宁瑶相见，那么他就早已帮宁瑶想到了一切可能存在的危机，甚至陈平安就连剑气长城所有上武境和地仙剑修的名字跟脚都早已摸清。陈平安做事总是滴水不漏，所以陈平安自然也知道剑气长城有不少人都很怕宁府一事被翻旧账，这些人可不愿看到宁府重新崛起。加上陈平安的出现，让宁瑶几位好朋友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还有潜在势力郭煮酒的加入。如果真让陈平安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即便是在剑气长城，将来也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所以他们必须要出手阻止，除非是老大剑仙陈清都出面帮忙提亲震慑他人，他们才不敢有什么小动作。可是陈平安当然不会去催促老大剑仙，所以陈平安早就想到了应对之策。只是陈平安还有些担忧他们会对酒铺周边那些愿意听书的无辜孩童出手，以此来恶心陈平安。因此陈平安便让师兄左右帮忙照看了一下那些出生陋巷的孩子。左右不置可否又问了个问题，那些没有修炼天赋的孩子难道不是一件最小的事情吗？值得他左右抽出时间去保护吗？陈平安笑道，读书人眼中人间无小事。左右对陈平安的回答很是满意。除此外，陈平安还顺便托付了师兄帮忙另一件事，当初阿良传授给他的剑气18庭，陈平安一共传给了2人，分别是弟子裴乾和赵树下。如今陈平安也是知道了剑气18庭的重要性，所以陈平安当然不希望18庭被妖族所获。裴乾在落魄山很安稳，不用担心。至于赵树下，就得拜托左右传讯浩然天下那边保护一下了。这件事可不是儿戏，左右当即答应了下来。
陈平安如释重负，如今有了师兄帮忙，好像确实不一样。然后说完了正事，左右便开口问责陈平安迟迟不来练剑的事情。陈平安哑口无言，毕竟是魏晋那个王八蛋坑害了他，况且这可都不能当做理由，因为就左右这位师兄的脾气，也根本不会觉得那是理由。真要说了练剑一事，只会更惨。不是文圣一脉，估计都无法理解其中道理，无法开脱的陈平安只得接受师兄建议的问候。与此同时，另一边果真有人忍不住要出手了。那么陈平安又是如何应对剑气长城暗流涌动的呢？小姑娘郭竹九因陈平安遭遇生死刺杀，随着陈平安在剑气长城展现了超强的潜力和背景，剑气长城那些不想宁府再崛起之人便要对陈平安动手了。只是如今陈平安师兄左右也在剑气长城，见识过左右实力的他们可不敢轻易对陈平安动手，不然把左右惹怒了可得不偿失。所以陈平安周围那些潜在的友好势力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特别是想拜师陈平安的郭竹九最为合适，因为郭家本来就和宁府是世交，对郭竹九动手既能离间宁郭两家的关系，也能对陈平安起到警告的作用。于是在陈平安去往左右那边开始练剑的时候，一场针对郭竹九的阴谋悄然展开。郭竹九和陈平安分别后，便一个人晃晃悠悠往家赶。有刺客装扮成了一位陋巷少年被人围殴，路过的小姑娘郭竹九见此于心不忍，便出手相助。可没想到当他救下这位少年后，少年突然从袖中划出一把短刀刺向郭竹九，并且还有一位剑修刺客担任主攻，直接祭出本命飞剑直击郭竹九的眉心，要置他于死地。好在郭竹九反应快，察觉危险的郭竹九也是果决地祭出本命飞剑反杀了2名刺客。毕竟郭竹九可是被尹官看中之人，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可说不过去。不过郭竹九虽然逃过一劫，但郭竹九眉心也是挨了那位剑修刺客一击，幸好受伤不重。而其实就在郭竹九遇到危险的时候，本来身在陈平安酒铺喝酒的魏晋也是察觉到了这边的危险，所以魏晋也及时赶到现场，准备帮助小姑娘郭竹九。虽然陈平安和魏晋有情敌的关系，但魏晋对陈平安更多的还是欣赏。更重要的是，光明磊落的魏晋非常厌恶那些暗中出手的下作之人，所以察觉到郭竹九有危险的魏晋直接来到了现场。所幸这一次危机被郭竹九轻松应对了过去。魏晋见此松了口气，悄悄收起了本命飞剑。这位风雪庙剑仙有些哭笑不得，魏晋觉得他的到来有些多此一举了，因为不但郭竹九自己有惊无险，可以对付这场突兀起来的刺杀，再就是巷子那一头出现了一位面带笑容的佝偻老人，一直在保护着郭竹九。魏晋与之点头致意，老人也笑着点头还礼。而这位老人正是宁瑶家的管家奈兰叶行。原来陈平安早已嘱咐过，只要郭竹九见了他陈平安或是走入过宁府，那么直到郭竹九踏入郭家大门口那一刻之前，都需要劳烦奈兰叶行帮忙看护着小姑娘。眼见郭竹九无忧，打过招呼的魏晋便返回了酒楼继续喝酒。奈兰叶行则是通知了郭竹九的长辈前来，只是对于这般精心设伏专门针对大族子弟的刺杀，不用有任何侥幸心理，别想着什么顺藤摸瓜，因为根本做不到的。当年宁瑶就曾在剑气长城遇刺，还差点伤及宁瑶大道根本，保护宁瑶的白莲霜便是因此跌尽。这场风波就连老大剑仙都震怒了，可就算老大剑仙亲自发号施令要查明背后指使之人，以至于整个剑气长城大动干戈，全城戒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因为真的找不到刺客半点蛛丝马迹。所以在剑气长城的大姓子弟遇到刺杀，基本就只能吃哑巴亏。随后郭竹九的父亲郭家匆忙赶来，有了这一场刺杀风波，郭竹九少不了要在家禁足一段时间，不然说不定那些有心之人还会继续对郭竹九动手。在送别了郭竹九后，纳兰夜行并没有直接返回宁府，而是去往了陈平安练剑的城头。毕竟回到宁府，白莲霜不擅长处理这些事情，小姐宁瑶虽然可以拿定主意，但如今宁府有了陈平安，纳兰夜行就不希望宁瑶过多分心这些烟杂事了。况且陈平安还是个最不怕麻烦和最喜欢多想的姑爷，有陈平安定夺，宁瑶也一定会听。因此奈兰夜行便一路隐匿契机，悄然来到了陈平安练剑的地方。而陈平安在左右磅礴剑气的卫剑之下，陈平安已经伤痕累累。见到陈平安的惨状，哪怕是奈兰夜行也有些感慨唏嘘。左右对自己的小师弟是真能下狠手啊！好在当初崔成也是这般教导陈平安练拳的，所以陈平安对于这些伤势还是能咬牙坚持下来。左右发现奈兰夜行的到来后，也就终止了陈平安这一次的练剑。接着陈平安便和奈兰夜行一起返回宁府，途中奈兰夜行告知了郭竹九遇刺的情况。陈平安明白这一波对郭竹九的刺杀既是离间也是警告，不过他们双方之间的斗争会随着这一波刺杀正式拉开了帷幕。对此陈平安眼神坚定地告诉奈兰夜行，郭竹九这个弟子他陈平安收定了。陈平安说收定了徒弟，也就是在说完全不惧怕任何人在背后搞小动作。最后陈平安还好奇地询问了奈兰夜行，以他仙人境的战力可不可以近身自己的师兄左右。奈兰夜行笑着回答说当然可以，不过然后他就嘎掉了，连奈兰夜行这等战力都不能近身左右，可见陈平安遭受师兄的未见有多惨。老大剑仙陈清都在剑气长城有多强呢？小姑娘郭竹九因陈平安被针对遭遇行刺，好在郭竹九机敏成功反杀了刺客，
随后奈兰夜行找到正在和左右练剑的陈平安，告诉了他这件事。然而这一次的刺杀反而更加坚定了陈平安要收郭煮酒为徒。陈平安的态度便是表明要和那些包藏祸心的势力斗争到底。而练完剑的陈平安和奈兰夜行返回宁府后，喝完酒的魏晋来到了左右这边。这一次左右让魏晋带话让小师弟陈平安来城头练剑，魏晋却是故意拖延了时间才告诉陈平安，所以返回城头的魏晋就询问左右，陈平安来练剑之前有没有说出他魏晋坑他这件事。结果当然是没有。陈平安可是知道说出了反而还会多挨几顿揍的。想到自己小师弟的机灵，左右笑着告诉魏晋，先生文胜曾告诉他，魏晋曾经有一剑，加上他左右在蛟龙沟的那一剑对陈平安影响极大。当初陈平安护送李保平等人被嫁衣阿飘围困，正是魏晋开天一剑拯救了陈平安他们。当时第一次离开小镇的陈平安看见剑仙魏晋的这一剑无比震撼，陈平安内心那颗成为剑仙的种子由此生根发芽。可以说陈平安能坚持练剑，魏晋功不可没。左右之所以告诉魏晋这件事，便是向魏晋表达感谢。所以为了回报魏晋这份恩情，左右当即就点出了魏晋见到停滞不前的新关障碍。为情所困的魏晋事事皆看透，可他仍是不愿放弃心中对贺小良的那份美好。如果长久以往不破新关，最终魏晋成就将会很一般。可魏晋听后依旧觉得世间唯有儿女情长比剑气更长，他不愿割舍，甚至不愿丢掉。不过魏晋随即又说，他喝完酒后却是恰恰相反。喝完酒的他比起喜欢一个人，他却是更喜欢仗剑登高。于是左右就笑言，剑仙魏晋趁早滚蛋，酒鬼魏晋可以常来。可见左右还是很希望魏晋能勘破情关，把剑道拔高一筹。随后老大剑仙也出现在两人身前，魏晋直接告辞离开。陈清都对着左右说道，是不是很意外自己会有这么个小师弟？只因为先前陈平安告诉左右那位学的剑气18庭的少年赵树下时，哪怕当时陈平安说出口时，左右已经用剑气隔绝天地，避免被人偷听，可是陈平安说出口的名字却仍是个假名赵高树。等陈平安说完假名后，又才以心声告诉了左右那位少年的真名。因此对于年纪轻轻却小心谨慎到了这种境界的陈平安，纵然是左右都会有些讶异。左右点头回应了陈清都，却不说话。然而陈清都对于剑仙左右点头却无言语的不尽嫌疑，陈清都也不以为意。若是连左右这点傲气都容不下，剑气长城也不会有这么多桀骜不驯的剑仙存活至今了。而左右也并不奇怪陈清都会知晓他和小师弟的密谈，因为在这座剑气长城城头之上，陈清都可谓举世无敌，大概只比至圣先师身在文庙，道祖坐镇白玉京，佛祖坐莲花台逊色一筹了。陈清都的厉害也是左右最无奈的地方，不过同时这也是左右最敬佩陈清都的地方。不然蛮荒天下万年进攻剑气长城，为何剑气长城依旧屹立不倒？整座蛮荒天下的大妖都心知肚明，只要陈清都一天不死，就算整座剑气长城都没了，妖族还是去不了道玄山，去不了浩然天下。也只有陈清都压得住剑气长城这边的桀骜剑修1万年。随后陈清都告诉左右，让左右教导陈平安练剑要专心，只有等陈平安什么时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剑修，他陈清都才会离开城头去往宁府帮陈平安提亲，不然他可没脸开这个口。接着陈清都还和左右聊起了陈平安在酒铺周边教书识字的事情。左右皱眉，陈清都不在意很多事情，可他竟然会在意一些孩子读书识字的小事。陈清都反问左右，知道他为何愿意瞧一瞧酒铺那边教书识字的吗？左右知道其中原因，这就涉及到剑气长城一个最大的问题。剑气长城的剑修出剑万年，杀敌万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知到底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剑气长城本就是远古刑徒剑修被贬之地，他们的出剑本是为了偿还当初所犯下的罪孽。可过去了万年时间，最初的那一批被贬至此的剑修刑徒基本都已牺牲在了和妖族的对战中，而现在出生在剑气长城的很多人都是在浑浑噩噩的战斗中结束了一生。所以陈清都一直希望有人能教化，让剑气长城如今的这些人自己去想，自己去觉得，知道了剑气长城的前因后果，所有的历史渊源，知道了自己与仙人到底付出怎样的代价，依旧能够让一位位再世剑修，哪怕心怀怨气委屈愤怒依旧出剑。人与剑皆往南去，死则死矣。老大剑仙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不擅长教化，也不会去教化，所以陈平安的到来给了剑气长城未来更多的一种好的可能，这是陈清都愿意看到的。可左右听后却是摇头说道，已经晚了，因为左右也知道如今的剑气长城已经很难守住妖族的全面进攻，既然剑气长城都快要不存在了，那么陈平安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陈清都却是笑言，左右啊，你这就不如你的小师弟了，明知无大用，难改既定结局，却依旧耐心为之。说完后陈清都转身离去，只是临走前陈清都还撂下了一句话，比起跟你左右聊天，他还是喜欢听陈平安说话。左右想了想，好像那个小师弟长辈缘确实是要好一些。而另一边离去的陈平安却是直接遭遇了人身攻击。身在剑气长城上的陈清都可谓举世无敌，所以哪怕是傲娇的左右面对陈清都的调侃，明知打不过的左右也只能乖乖忍着陈清都。而在陈清都离开左右所在的城头后，
陈平安和奈兰夜行也返回了宁府。陈平安将郭主酒遇刺的事情告诉了宁瑶，宁瑶不太上心，只要小姑娘郭主酒人没事就行，其余的宁瑶不愿多想。反正陈平安喜欢想事情，能者多劳就替他多想想。随后陈平安便与宁瑶分析起了剑气长城中的危机四伏。在陈平安这段时间收集的信息中，在宁瑶他们上一代的天才剑修大概有10人左右，其中以一个叫米泉的剑修天赋最高。然而米泉却在第一次出城和妖族的大战中便阵亡了。如今上一代的天才剑修只剩下王宗平还有王威与苏庸3人。资质较好的王宗平和苏庸，一个重伤不能突破，一个在大战后心性不足变成了酒鬼，反倒是当初最不起眼却是大姓家族齐家供奉的王威，如今已经跻身入了玉璞境，而现在成为了上5境剑仙的王威已经单独开府。毕竟在剑气长城的规矩中，无论是谁，只要在成为上5境剑修后，都可以单独开府发展自己的势力。可单独开府的王威仍还是齐家一系的人，可见上一代天才10人就一个成才了，偏偏这个人还是齐家人，这样的结果就很耐人寻味了。而宁瑶这一代的剑修天才辈出，是1000年未有的大年份，天才剑修更是多达30余人。但是在经过2场大战之后，如今总计活下来的只有24人，已经战死了8人，这8人半数死于乱战，其中资质极好的张荣更是被一位玉璞境大妖偷袭刺杀，张荣身边的护阵剑师救之不成，一同战死。可见这些天才的逝去，这其中不仅有剑气长城中各大家族的内斗，更是还有妖族奸细在背后通风报信。至于这一代最强天才宁瑶，因为有老大剑仙陈清都亲自照应，所以这些人根本不敢明着面对宁府出招。而如今宁府多了一个外人陈平安，他们就有了切入口，尽可能的让宁府孤立，以此让宁瑶分心扰乱心境，拖住宁瑶的破境时机。就比如一旦郭主酒被成功刺杀，与宁府交好的郭家势必会彻底疏远宁府。当然如今郭主酒没事两说了，接着陈平安又讲出了对方下一步可能的出招，刺杀郭主酒不成，对方又派人去往酒铺喝酒，假装醉酒后对陈平安说酒话，将宁府旧事重提，多半言语不会太极端，否则就太不占理，对方只会引起公愤，而他陈平安听后肯定会为宁府打抱不平。所以这一招既能惹陈平安震怒出手，也不算是对方挑拨是非。最后陈平安又与宁瑶讲了很多种可能性，宁瑶想的也确实不错，如今有了为他着想的陈平安为他出谋划策，他还真不用在这些阿杂事上过多分心了。而第2天陈平安照常去往酒铺后，果真有人在酒铺借着醉酒大骂宁瑶父母。陈平安能提前想到，他当然也提前做好了应对之策。陈平安早已经在酒铺用纸张写好了对方所有的用语，而骂人者见此不知收敛，反而是咄咄逼人。最后陈平安直接出拳将其视为妖族奸细就地打杀，就算对方不是妖族奸细，他如此挑拨分离剑气长城，扰乱剑气长城人心，留着也是对剑气长城百害无利。杀完奸细后，陈平安还表明态度，要和诸位剑仙一同上城杀妖。于是出拳后，陈平安高高举起酒碗，环顾四周大笑道：小杯大碗几两酒，喝尽人间阿杂事。诸位未来剑仙南下城头之前，谁愿与我陈平安共饮？在座酒客与那些蹲着的剑修，有人率先站起，便人人站起，皆持杯碗满酒起身。陈平安举目远方，朗声道：我剑气长城有剑仙，只恨杀敌不够者亦可饮酒。今日剑气长城上下，饮酒剑修剑仙尤其多，而如今有人不断的在剑气长城搞事，陈平安也猜测出蛮荒天下很快就会倾力攻城，哪怕不是下一场，也不会相距太远。所以妖族在这座城池里边一些无足轻重的小棋子就可以肆意挥霍了，同时也是在提醒一些埋藏更深的棋子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候里应外合。而对于陈平安的出手斩杀，尹官一脉评价陈平安太会做人，言行举止滴水不漏。至于被陈平安打杀的小棋子，无论是剑气长城之人派出还是妖族奸细，尹官一脉可不会替这种挑事之人去申冤。之后陈平安还结识了新朋友陈三秋的好友范大彻，不知不觉陈平安在剑气长城迎来了第1个新年。新年中陈平安依旧前往了城头找师兄左右练剑，结果陈平安自然是被打得很惨。去找陈平安的宁瑶就对左右有些埋怨，这大过年的下手还这么狠。对此左右憋了半天才点头回复宁瑶，左右说他以后肯定注意。看着师兄吃闷亏，陈平安偷着乐呵。离开城头后，陈平安喝着酒。1年过去了，又是1年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岁岁平安，平平安安。与此同时，剑妈终于再次现身，并且剑妈也来到了剑气长城。那么久违的剑妈抵达剑气长城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